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近期热度非常高的，来自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钢铁侠马克3爪甲版，也是这一款的一个特别版。它一共有2个版本，普通版和特别版。唯一的区别就是有没有这张卡牌。这个名字说实话挺拗口的，开甲就开甲，为什么要说是爪甲版？这个我个人不是特别理解啊，可能我比较文盲吧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本次的主体。当然，我现在的这一个主体拿出来是没有放任何的外甲的，它的配件我没有一个是拿出来的，就单独的一个主体就呈现在这里了。整体的造型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跟之前的马克3 2.0 来比的话呢，确实涂装方面还是有点区别的，特别是一些战损痕迹。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次的这个战损是跟之前 2.0 是完全不同的。整体的这个质感，主体方面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我们凑近镜头来看一下整体的上半身的一个细节。首先，我们从背部慢慢的展开，扰流板上也是有一些战损的一个漆面，这一点也是不错的。之前铁人的话，我印象当中都是背部非常干净，这次背部呢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战损的一个样式在里面的。我们来看一看扰流板这2片还是比较明显的啊，这个污渍。到了下边这2块的话呢，只有一丢丢不多，里面当然也是有这个金属蚀刻片的。所以在把玩的时候啊，特别是合上扰流板的时候要当心，因为里面的这2块漆面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还是非常的光滑的，而且没有任何战损。这个金属蚀刻漆蚀刻片说错了。这个金属蚀刻片的话呢，非常的锋利，很薄，把玩的时候也得当心，给它扣上去。好，然后到了手臂这里的话呢，大臂甲包括小臂跟大臂手肘都是有多多少少的一些污渍涂装的，漆面不是一个纯亮的一个感觉啊，还是有点哑光面的，看上去比较舒服。手型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出场的时候，这个握拳手手背有很多战损痕迹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到胸口这里跟肩膀这个战损还是挺多的啊。唯一比较可惜的，它这个面罩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去除面罩的情况下，头盔实际上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战损的。我们拉近镜头来看一下，特别是在这2边，包括头顶，都会有一些战损的痕迹。来看一下侧面也有，但是到了这2边的话呢，比较光滑了，背部也比较光滑。面罩的话呢，是完全没有战损的，它一共2个面罩，没什么区别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惜。如果还是配一个战损面罩的话，我觉得会好很多。这面罩上面有点脏了，这上面好像摸上去应该是粘了什么东西不是刮痕。接下来我们把胸甲这一块给它抠下来，看一下内部的这个细节。抠的时候当心，它这一块毕竟是塑料还比较紧。这小样的这边抠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，可以看到而且因为这一块完全是一块很薄的一个塑料，所以很容易给抠断。掰的时候要慢一点。它不是一个磁吸的，可以看到2个卡扣，怼的时候当心点，不要给折断了。打开了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胸部的这一个细节涂装，当然这2边也是有展开结构的，开口比较锋利，把玩的时候当心。我们看一下内部细节，刻画的还是不错的，特别是腰部这里呈现的还是非常到位的，细节可以。从这个腰封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内部漆面表现。背部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磁铁，这里是不是少块磁铁还是这卡扣？呀，果然
HT 的一个常规就是磁铁往外跑啊，我就说嘛，这里怎么好像少了一块东西？这个我到时候自己拧一下，太夸张了啊！又是一个小动感点，我估计挺多玩家会有出现这个问题的。HT 的铁人，包括其他的一些，只要有磁吸附的一些配件的地方，基本上都会有这个。10个里面，我估计有8个吧，都会有这种情况，或者时间长了也会掉。整体还是非常舒服的。好，然后我们镜头往下来看一下胯部，这次的这个大腿，哇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结构的，非常亮，而且细节啊，看上去非常舒服，整个的腿就感觉是包裹在里面的，还是看着很舒服。把侧裙夹打开以后，哎，看一下这两边的配件能不能展开，也可以用手指慢慢的给它抠开。内部的这个细节，我觉得也是挺到位的，打开比较方便，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紧。我们可以看到前裙甲跟侧裙甲也是有一个战损涂装，这边右边稍微干净一点点，屁股这里也是。好，我们回到腰这里的话呢，当然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龙虾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。哦，是有的，可以看到，哎，这就很舒服了嘛，内部的这一个细节很舒服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继续，我们随着镜头往下来看一下腿部关节。腿部关节的话呢，也是有这个战损，不管是背部、侧面，包括正面都有。虽然说正面看上去还是稍微少一点啊，我不知道其他的配件会不会替换件的话有没有更多的一个战损啊。到了下方，腿部的这个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，脚也是有无刺涂装。看一下背部，小腿当然也是可以展开，展开的时候当心点啊，慢慢的给它抠，不要硬掰，这东西真的太容易断了啊。内部的这个线管也有颜色区分，小腿这里应该也可以展开，我记得，但这也太紧了。这些展开机构啊，把玩的时候都得稍微小心一点，因为它真的太薄了，太脆了。好，整体的这个漆面表现咱们就差不多看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常规可动，感觉怎么样？首先，头部可动，脖头是分体的，因为它这次依然是装电池的，里面没有这个线管，所以无所谓。抬头幅度也是非常高的，跟以前的钢铁侠几乎是一样，可动都差不多。手臂当然也有个拉伸结构啊，肩胛也有2段式的这个联动，这里面是一个卡扣，可以去掰下来。手臂前倾也有，看一下背部的这个效果，老样子。在展开了以后，咱们手臂360度没毛病。顺便来手肘部分，哎呦，只有个90度啊。大臂旋转也有，关节挺紧的，手臂抬举，挺举到这样的位置。然后就是咱们的胸部了，胸腰可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我看一下有没有拉伸结构啊，幸好现在拉不出来啊，里面这些都是一个弹簧的联动。来看一下，差不多到这样的位置，已经极限了，有点硬，不建议太用力的扳，背部还是挺好看的。往前几乎是没有的。然后再看一下左右，左右的话只能靠上半身这一块去给它旋转，幅度也是比较小的，不大。左右侧身有一点点，不能说没有吧。肩胛这里磁吸的，去替换武器配件。接下来我们到了下半身来看一下，
我先把两边的裙角给掰扯一下。手挥开举，来看一下下半身的这个可动。首先我看一下有没有下拉关节啊？哎呦，带不动了，好硬啊！按理来说，这个下拉关节应该是有的，在没有拉扯的情况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前踢的这个角度能到什么位置？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后踢更小了，几乎是没有。这屁股后盖啊，封的挺死。大腿旋转角度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。侧踢，这是没有做任何腿部的一个可动的情况下啊，纯拉到这样的一个位置。来看一下膝关节。啊，膝关节也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不能再往上折了。手跟膝盖全都是90度这样的一个样子。脚，我们来看一下前脚掌啊，左右也是有，幅度不是很大。脚部的可动也是一般，但是基本上你要去做一些造型也是没问题的。而且它本来就是一个开甲展示嘛，跟之前马克号2.0一样，所以也不需要做太大的这个幅度的 pose。砸地的话，我估计有点困难。好了，主体方面的话呢，就剩下最后这个安装电池的一些位置呢，想必老玩家基本上都知道啊。背部的话是这一块，我记得没错的话啊，然后它这个电源开关在这，来看一下，这里是按压的，没有做任何改变，手跟腿都是在这几个位置。好了，主体方面的话呢，我们就迅速的讲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，还有众多配件都做的怎么样。好的，兄弟们，外包装咱们来看一看，依然是传统的 UKG 运输箱。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会有个特别版的一个标志。这个马克3呢，一共有2个版本，实际上区别不大。特别版就是多了一个牌子，到时候我们来看一下。正面呢就是钢铁侠胸口的反应堆，然后产品名称非常的简单，还是挺沉的啊。牛皮纸比我想象当中厚一点，之前我拍过铁人都比较薄啊，这一次感觉又回到了从前啊。我们来打开看一下，来给它慢慢倒出来啊。内部包装的话还是一样，又是一个侧抽的一个包装。来看一下正面的话呢，就是整体的这个马克3的铠甲的一个半身像，然后把外面的塑封那就拆了啊，跟之前无损的这个也不是无损吧，就是正常的这个马克3 2.0啊，风格有点像啊。右上角一个特别版的一个标志，然后就是整体的一个包装了。这个铠甲的形式啊，实际上跟马克号 2.0非常非常像。背面厂家跟注意事项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来抽开看一下。这次啊，又是采用的这个小电池，这是我最讨厌的。铁人这个用电池来安装，真的是非常的费劲，而且还不能长时间的把电池放在里面啊，容易坏。哦，这个好紧啊，阻尼感非常强。它这个说明书跟一个小卡片不知道在哪，小卡片在正面。哎呦，这个设计可以啊！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下方就是本次的这个小卡。哦，哎呦，这卡有点意思啊，有点像那种球星卡或者是宝可梦的这个卡牌，然后做了一个封套。哇，有那个金色的一个小卡，挺帅啊！稍后我们再来详细看。好，然后慢慢的抽开，千万别掉下来啊，别掉，慢一点。
来，我们斜着来开啊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层就是我们的主体，真人头，哦，挺帅啊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下一层，说明书、电池、开甲的这个配件，最后就是底部地台啊。这个地台想必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，就是马克2 2.0的这个地台，涂了一下颜色，换色。好了，包装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所有的配件涂装究竟怎么样。好了，配件挺多，挺丰富，确实啊，跟马克2 2.0区别还是有一点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说明书当然也得瞧一瞧，电池就放一边。哇，这说明书很厚啊，不用打开，一页一页的看，这样还比较方便。来，首先到这里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安装电池的一个位置，头灯跟胸灯这两个地方，然后就是手臂跟腿部，然后一些替换件的一个安装方式。我们可以看到武器跟手臂甲很多地方都是一个磁吸的，胸口啊一个展开方式。这样看的话，确实啊，跟马克 2.0 区别还是有一点的。除了腿部这里啊，这些机构没什么区别啊，腿部是一样的，大腿起码是一模一样的啊。然后到了小腿，包括腰部是完全不一样的了。这是一个新规，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背部也是有单独的2片去安装这个磁吸柱，腰这两边也有。然后看一下它安装以后的这个样子，挺好看。然后这两边可以去展开背部的这个扰流板展开。好，然后到了小腿背后的一些开甲结构，接下来就是可动眼的一个调节跟真人涂料的一个替换，手型的对应跟一些可动。腿是有下拉关节的，就是非常紧啊！我一开始就说应该是有的，说是太紧了。腿部的可动，还有在动腰腹的时候啊，一些注意事项当心。最后就是咱们的这个地台的安装跟点亮方式，最后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小配件啊，边角都是很锋利的，而且比较薄，把玩的时候当心，它上面也是有注意事项。好，就这么多东西，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瞧一瞧。当然，这次就不从手型开始了，我们直接上重头戏，这颗非常有争议的啊。哎，这颗托尼头，这颗头，哎，怎么说呢？反正在我第一眼，看下来啊，就算我没有拿到实物，之前看官图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颗脸让我第一反应就是 PT 的马克6的真人头啊！你跟我说这是托尼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是看不出来。你说他是演钢铁侠时候托尼的这个替身演员，哎，那就合理了，没什么毛病了。这个角度看还行啊，正面看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。当然，每个人的眼光都是不同的。我个人只是觉得这颗面雕，你说是10年前的一个面雕的话呢，我觉得还行。但是放眼现在2026年，做了这么多铁人的一家厂商啊，还是做了这么一个面雕，我无法理解呀，兄弟们。这次唯一比较新规的头盔，这下方可以去掰开，然后可以看到下巴啊，然后可动眼在这里，里面可以看到啊，很小的2个需要用调节器的，这一次不能用手指啦，因为里面有个桩子。
这颗头雕，说实话啊，别露出来了吧？啊，这个真人头真的，在我眼里没办法说啊，只能用信号来表示，就不多看了，没什么必要。我个人就怎么说呢？刨去这颗真人头，我觉得这次马克3的这个爪甲版是非常不错的。手型方面来看一下啊，一对发泡手，软胶的，全可动手，再加主体手上的握拳手，一共这3对。然后把比较容易说的配件啊，我们先快速带过。首先这个地台都不用说了吧，马克2.0的地台涂了一下颜色，没任何区别，名牌换了一下，也是 Type C 的接口去点亮，很简单。然后2个环形台啊，随便你怎么装，搭配下方来看一下啊，6个小支架啊，支架的涂装也是差不多啊，裂压感是没有灵动的，涂装还是可以，金属质感没毛病。这4个啊，6个。然后刚刚我们开这个包装的时候也给大家看过，就是这个小卡。说实话，这个我还是挺喜欢的啊。虽然说现在特别版跟普通版的价格有点差距啊，因为货量的关系，这个特别版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。但是这张卡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不能说它可有可无吧。如果价格合理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去买特别版。这张卡很有意义，我觉得很有收藏的这个价值。我放一边，配上了一个红色的拖裆支架，然后小镊子跟螺丝刀这次又重现江湖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重头戏。我个人觉得重头戏啊，比真人头好多了，就是这些爆甲的一些东西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腿部这2个，它是用的这个卡扣，可以看到吗？卡扣的一个方式，安装方式应该是在这边，需要你把这些全部掰下来。这些当然也是一个磁吸附的核心材料，这次铁人而且也是非常沉啊。我来看一下，需要把旁边的这些应该全部要去拆了。但是除了这2块是合金材料以外呢，其他地方都是一个塑料，所以掰的时候要当心一点。我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卡的？哦，这2个是小腿件，给搞错了，给它直接安插上去的，不是一个磁吸。我们拿一个做一下对比吧。这边一个也是有小联动机构，但这2块比较薄。这里有个槽位，我们应该是先装小腿啊，来看一下，对应的这里。哦，需要给它卡上去。卡的时候，而且这个脚有一定的干涉啊，因为这2块空间比较小，稍微怼一下。哎，好像还怼不上去。再来一下，我看一下这有没有左右之分啊？啊，它有左右之分的，上面都会有标记啊 ，L 跟 R， 不要给按错了。怪不得我说我怎么按不上去呢？原来左右给散。来看一下这里安装上去以后，还是比较麻烦的，而且很松，我觉得磁吸比较好一点。这个东西很容易掉，我们稍后再演示吧，一点点来看。好，然后这一版就非常多了啊。我们镜头来看一下，它有非常多的配件。首先，武器配件的话呢是2个，上面也是有一个做旧涂装，不是一个磁吸的，依然是卡扣。肩部的2个武器配件，磁吸的。
上面也是有一些做旧痕迹。小臂的一个磁吸配件，当然这导弹啊也是不能动的，固定死。啊，腿部的一个配件，我们来单独拿一个来看一下啊。你可以单独给它取下来，里面也是2片磁铁对应吸附上去。内构的话，涂装也是跟之前的2.0马克2 2.0的话区别不大，吸附力度还行。好，然后大腿这2边没有任何联动，固定死的，没办法去动啊。接下来就是重头戏，跟之前完全不同的就是胸口的腰这里，我们来尝试一下啊，给它吸附上去，看一下是不是方便啊？哎呦，来看一下，这3片吸附上去，而且很牢固。但是从正面看呢，一般侧面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好，然后腰部来看一下，对应一下这个点位啊，给它吸附上去看看，不知道有没有吸反，应该是。来看看这玩意儿啊，装起来还挺累。背部哇，背部的话，因为我有个吸铁石已经掉了，所以只能我还没给它装上去这一块，这一块就吸不上去了啊！刚刚弄错了，这2片才是腰部的。它这个吸铁石的这个点位啊，不是特别明显，特别是左右这2块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然后到背部，如果你吸的不对的话，它就容易掉。往这一块去磁吸上去，大致就这个样子吧。玩的我一身汗啊，这东西还得多玩几次才熟。我连说明书都没有看明白呢，就直接上手了。因为大家也都知道，我每次都是打开了以后盲玩，不去研究，凭第一的感觉去把玩体验啊。整个磁吸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胸口的话呢，依然是跟之前的一样，这边有个连接器连接在上面，左右2侧是一个磁吸的。我来看一下它的磁吸在哪呢？啊，这吸铁石的这个位置没找到，吸附上去跟之前的2.0也是有一些区别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磁吸的一些配件跟展开结构全部弄完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花了40多分钟吧，差不多了。我把这些东西终于全部拼上了。说实话，比马克2.0费劲很多很多啊。这东西很多地方安插起来都很麻烦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真人头，我已经插上去了，像不像呢？由大家来说。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个真人头我肯定是不会再拿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胸口这一块，这2端都是有这个调节的，包括这上面，我可以看一下啊，都是有一定的磁度去调节，看你自己想要哪种呈现方式。然后再到腰部，腰部这一块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，很帅啊，一片一片展开，特别是从侧面看，正面还行，但是侧面看的话会很舒服。来，我们慢慢的调一下，哇，在灯光下打的也是非常亮眼。然后这一次大臂这里也是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展开结构，当中会有一个磁吸的一个
小装置去给它吸附上去。当然啊，这些磁吸的小地方，磁铁全掉了，都是我自己个人给它拧上去，给它吸附上去就没问题了，很方便。然后来看一下背部，背部除了扰流板展开以外，就是背上的这两块，还有左右2块的这个展开结构都是磁吸的，这些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好，再往下就是跟上一个马克 2.0 一样的这个小腿往上的大腿部分，这2块啊，我没有给它抠紧，因为这东西给它抠出来非常麻烦。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卡扣的，所以掰下来的这个同时要当心一点，不要给它弄断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边的磁吸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除了颜色不同，包括大腿前面的这2块磁吸的，也是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小腿甲的这2块啊，真的是从正面看没什么感觉，对吧？但从侧面，咱们来看一下，从这一面来看的话非常舒服，但是这2个没有采取磁吸的，只是用了一个卡扣的方式，所以这2个是非常容易掉的。你用手指稍微一用力，它就会弹出去。它固定的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的牢，就算你插得很紧，但是小腿的这2块啊，这2块甲座会卡在你的这个脚的两边，所以很紧，一碰就掉。安插的时候呢，不要太用力，以防万一这个破损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背部，整个腿的这个背部我还是挺喜欢的。整体来说，这一次的这个展开结构，除了安装起来确实稍微复杂了一点啊，但整体的效果呈现，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个远景。我觉得这个展示还是需要侧影或者是45度角，点亮了以后去看，还是非常的帅的。总结，我觉得这一款除了真人头啊，但是真人头这个角度也还行啊，只要不正面去看还是不错的。而且它这一次还没有给你脖子，是全新开发的一个连接器，也省了一个配件，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我觉得还是有新意的吧，毕竟啊，它整个的主体包括一些展开结构都是采取了一个新规，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可玩性也是挺好，而且战损跟污渍涂装也有一些改进，不像我之前一些开箱的 HT 的产品，我都觉得啊，很多地方呢说是战损或者污渍啊，但是实际上升级还是比较干净的。但是这一次让我比较早观了，还是不错的。总结一下这一款马克3爪甲版，我觉得除了真人头，其他东西都是好，都没有毛病，很有新意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真人头雕呢，我就没办法再吐槽了。整体的现在澳洲市场的价格还是非常贵的，我个人觉得，就算后期货全部出完了，价格也不会往下怎么降。因为它的预订量相较来说是比较少的，所以这一款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小卡，你可以等到代理的也全部出完了以后去买一个普通版，我觉得就够了。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。很久没有玩到铁人了，这款铁人除了真人头雕，让我感觉不错，就是安装起来比较复杂啊。新手的话呢，还是要看说明书以后再去安装，外加这个点亮结构啊。又是回到原始的安装电池，这边也是比较费劲的。我到现在为止一个电池都没给它安装，这个东西太麻烦了，我都不装了。好了，本期老一头视频的话呢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老一头视频的话呢，还帮到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。好了，本期的这一款钢铁侠开箱把玩，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